不过战维还是发信息给蓝若若，问蓝若若大概几点能到。蓝若若回复他大概要12点半左右才能到。他已经订好了房间，也点好了菜，等他和相亲对象到了就可以吃饭，不会饿着他的。还叫他不必着急过去，当然了，他若着急也可以先过去，然后在他订好的包间里等着他们便可。她是蓝家的大小姐，阳城大酒店是蓝家的产业，蓝若若要在这里订个包间，提前点好菜，对她来说那是家常便饭。平时她也经常过来吃饭，偶尔才会回家里吃。战维回复她一句知道了。放下手机后，战维倒是不着急前往他订好的包间，而是慢慢地喝着他那杯未喝完的咖啡，想着怎么改变他和蓝若若死对头的关系。真要放弃杨泰吗？他不想放弃杨泰，这是他凭着自己的能力撑起来的公司，没有用过战家的一点人脉，属于他真正能力的表现。他对杨泰有感情，不可能放弃杨泰，只能等杨泰涉足其他行业的成果了。也快了1-2个月后就知道成果怎么样，心里还是有点郁闷。战维拿起手机打电话给战印，他们这些当弟弟的，只要遇到烦心事，自己拿不定主意的，就会习惯性的找大哥帮忙，让大哥帮忙分析一下都好呀。战维很快接听了他的电话，老七怎么了？是不是你大嫂出什么事了？不久前我才看到他在家族群里发孩子们玩乐的视频，战印就怕老婆儿女在老七那边会出什么事。一接到战维的电话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妻儿子女。战维说道，大嫂带孩子们出去玩了，有保镖和保姆跟随，大嫂自身也会拳脚功夫，不会有事的。大哥也说了，大嫂不久前才发视频到家族群里呢。对于大哥一开口问的是大姨和侄儿女，战维一点也不意外，不是自己妻儿有事，战印就没有紧张感了。打电话给大哥做什么？大哥有空吗？我在去见客户的路上，中午和客户吃饭，暂时有10几分钟的时间，你有事就长话短说，不要拖拖拉拉的。战维说道，大哥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我知道你大嫂早就告诉我们了，他一去阳城就看出来了，你喜欢你的死对头，奶奶还总是嘀咕，说相爱相杀的好戏他不能过来看。战维笑，奶奶就是喜欢看戏，刚刚我未来的大舅哥就是蓝家的大少爷，他跟我聊了聊，聊到我和若若的未来，说我公司和蓝氏集团是竞争对手，如果没有一方做出牺牲，我和若若不会有结果。大哥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杨泰是我来阳城之后接管的公司，当初他将死，被我就活了，我投入了很大的心血，没日没夜的想着怎么救他。如今杨泰已经成为阳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了，这是我努力的成果，也是我能力的表现，是真正靠我自己，没有靠着咱们家人脉拼出来的事业，于我来说很重要的。让我牺牲杨泰，我是做不到的。难道要让杨泰融入蓝氏，成为蓝氏的附属公司吗？不转行的话，就只能融入蓝氏集团。战维并不想让杨泰融入蓝氏集团，蓝氏集团倒是想收购杨泰的。战印说道，你没有寻求转型吗？杨泰如今涉足的行业不再单一，只要避开不与蓝氏成为对手就行了。360行，行行能出状元，转型一样能风生水起。当然了，这是你的人生大事，大哥不能替你做决定，你自己考虑了。如果做不到牺牲，就保持现状，过几年看看有没有转机。只是过几年的话，你就30好几了，奶奶年纪大了，活一天是一天，也不知道她能不能看到你结婚。我们都希望你们3人在这2年内能结婚，让奶奶没有任何的遗憾去见爷爷。战印也在催着老八和老九考虑他们的人生大事了。老八只比老七小1岁多一点，今年也快30周岁，老九虽说才20几岁，要结婚的话也可以结婚了。大哥，我知道，但这是人生大事，要过一辈子的，
总要考虑清楚的，免得将来后悔。奶奶会长命百岁的，她老人家一定能活到我们几个都成家立室，看着我们当爸爸。兄弟几个对奶奶的感情极深，看着奶奶渐渐老去，也有了老人病，他们心里慌呀，很害怕失去奶奶。战维都不敢去想失去奶奶的日子。奶奶在，他们回家就觉得家里是温馨热闹的。奶奶不在了，回到家里虽说还有父母，可是少了他们最敬爱的奶奶，总会觉得家里空空的。他还记得10几年前爷爷去世，大家都很难过，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接受现实，才能适应了没有爷爷的日子。奶奶跟他们生活的时间更长久，他们如今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对奶奶的感情亦更深。如果奶奶走了，他们还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适应没有奶奶的日子。你自己慢慢考虑吧，不要让自己后悔就行。以你的能力带领着杨太转型也不会输的。大哥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带着杨太转型，与兰氏不再是死对头，你和你喜欢的女孩子之间就没有隔阂了。战维心里已经有答案的了，不过是想向大哥倾诉，听听大哥的意见，看看他想的和大哥的意见是否一样。大哥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我们公司已经开始在转型，就是还没有转型成功。那我就这样做了，反正短时间内，我和兰若若也不会有结果的。他可以一边带领着杨太转型，一边继续追妻。兰若若对他想必也是有点想法的，否则兰东晓不会跟他聊那些。兰若若估计也很纠结吧，就算他离开兰氏集团，可是她依旧是兰家的女儿，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。如果他们还是死对头的话，哪怕他离开了兰氏集团，他也会认为他继续防着他的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带着杨太转型最适合。若是转型不成功，又非他不可的话，可以放弃杨太，咱们战氏集团是你的后盾。有没有杨太，其实对你影响不大。大哥希望你能回到管城，替大哥分忧呢。战维现在是完全脱离了战氏集团，没有在自家公司里担任何的职位，曾经在战氏集团工作了几年。战印觉得老七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，应该说他们战家的男人都有本事，离了战氏集团也能凭着自己的能力一步步爬起来。战维说道，我不想回管城发展，不想一直沾着我们战氏的光，我就想像现在这样靠着自己，没有沾家族一点光，亦能撑起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。我是非他不可。大哥，我对待感情跟你们也是一样的，爱了便是一生一世，若不能娶她为妻，我宁愿终生不娶。我也相信我有那个能力，能带领着杨太转型成功。给我2年时间，我肯定能转型成功，然后抱得美人归。战印笑道，行，你既然已经决定，那大哥就精神上支持你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向哥哥们开口，人多力量大，总能帮到你的。如今弟弟们越来越成熟稳重，已经很少会再找他这个大哥求助了。战大少爷竟然觉得不太习惯，以前弟弟们20出头的时候，遇到什么事拿不定主意，就会打电话给他，向他倾诉，让他指点迷津。那种被信任、被依赖的感觉，如今正渐渐离去。当然，战印也是很欣慰的，欣慰弟弟们的成长。大哥，我会的。你大嫂什么时候回来？乐乐他们天天吵着要去你那里。战维说道，我听大嫂说是后天一早就回去，今天带孩子们出去玩1天，明天去买点阳城的特产，估计还会请若若吃顿饭，然后后天一早就坐飞机回去。乐乐跟我打过电话，说要过来。二嫂没空陪他，我可没空当幼儿园园长。不只是乐乐，景琛、景旭他们回来后，知道大嫂带着宝宝和贝贝在我这边玩，都给我打过视频电话，说想来找他们的大哥玩，个个都惦记着贝贝，说回到老宅见不到妹妹，他们吃饭都吃不香。战维笑道，那些臭小子个个都能吃能睡，
我才不相信他们会想妹妹想到吃不下睡不着呢。战役也笑，他们就是嘴上说说。哥哥和妹妹不在家，他们几个在老宅一样玩得不亦乐乎。等宝宝回来，他们有个带头人，还不知道会闯出多少祸事来呢。别看宝宝很懂事的样子，有当大哥的风范，几个小家伙聚在一起，那简直是屋顶都能被他们掀开。宝宝是几个孩子当中诡计最多的，不是最调皮的，但是最多诡计的一个。他不想做的事，但又想知道做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效果，就会指使堂弟们去做。他底下那些小子呀，被他利用的彻底，耍得团团转，还不知道呢。真的是被他卖了，弟弟们还会帮他数钱。战维嘿嘿的笑，宝宝是大哥和大嫂的爱情结晶，继承了你们夫妻俩的精明能干，那是有大哥风范。暗示他大哥小时候也和侄儿一个样子，从小就有大哥风范，带领着他们这些弟弟，又管着他们。至今他们个个都是从心里敬着大哥，却也怕大哥。战维想，应该是小时候就造成的结果。当然了，他不觉得自己怕大哥有什么不好，至少他不敢乱来，做错了事，自会有大哥纠正他的错误，教他该怎么处理。天塌下来都有大哥撑住，不用担心压到他们，有一种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感觉。而且大哥挑起了家族重担，他们这些当弟弟的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战印听出战维话里的深意，他笑了笑，说道：我小时候可没有宝宝这么多的诡计，他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，儿子会比他优秀，那是最好的，谁都会望子龙城，战印也不例外，他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父亲。大哥，你吃饭了吗？我都还没有下班，哪有饭吃了？战维又嘿嘿的笑，那我不打扰大哥了。大哥快点去吃饭吧，别饿着了，饿坏了胃，大嫂回去又得费心帮你调理。我也准备去吃饭了，等会儿蓝若若安排我相亲。战印从海童嘴里知道老七的计划，听了老七这样说，他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嗯了一声，便挂了战维的电话。你们家老七有目标了。战印刚放下手机，坐在他对面的苏南便问他，是他生意上的死对头，斗了那么多年，斗出了感情。战印也不瞒苏南，两家关系太过密切，他战家的事情可以说是瞒不住苏南的，也没有必要瞒。他和苏南10几20年的交情了，铁哥们，他100%的信任苏南。他也该结婚了，都31岁了吧？今年不结，明年再娶妻的话，都32岁了。你们家兄弟还没有人像他那么大年纪结婚的。战印和海童领证时也就30岁，他底下的那些堂弟们领证结婚时都是不足30岁的。老七如今31岁，今年还不一定能结婚。说他是战家兄弟当中结婚年纪最大的，一点都不为过。没有战奶奶强行插手，你们家兄弟结婚是真晚。苏南打趣地道。战印回了他一句，说的你很早结婚似的，你结婚时不也3张了？好吧，他也属于晚婚的人，那是他认识沈小军太迟了，要是早点就留意到沈小军，他估计早就结婚了。海童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关心我老婆什么时候回来干嘛？苏南说道，他回来了，可以去上班呀。他上班了，我老婆就能轻松点。怎么，你夫妻俩考虑要2胎了？等你老婆轻松点后就备孕。苏南笑道，不打算要2胎了。小军说万一生个2胎又是儿子，他头都大，他说阿蒙都够他头痛的了，总是抱怨我这般成熟稳重，怎么生出来的？儿子那么调皮爱闯祸，3天不打就上房揭瓦。小孩子都是这样，我们小时候不也调皮，也会闯祸，这是小孩子的天性，只要不闯出大祸来就行。平时在家里搞搞破坏就算了。战印不会束缚着自己的儿女，由他们自由玩乐，发挥孩子的天性。我爸妈还宠着他战印，你都不知道。隔辈亲有多厉害，我小时候闯祸了，我爸打完
我妈打，我妈打完，我爸妈混合双打。我是被我爸妈打到大的，10几岁了，懂事了，他们才不再打我，开始跟我讲道理。谁能想到他爸妈在外面光鲜亮丽，属于非常有涵养的人，在他小时候，爸妈管教他时，那是真打呢。战印笑道：你被打得最惨的一次，好像是新年的时候吧，你爸妈还在孟州宫呢。你拿着一串鞭炮悄悄溜进你爸妈的房间，点燃了那一串鞭炮就往床上扔去，把你爸妈吓得够呛的，床被都被鞭炮炸穿了无数个洞，差点酿成了火灾呢。你说你挨打冤吗？苏南的老脸红了，他嘿嘿地笑，我都不记得我为什么被打得那么厉害了，你居然还记得，你记性比我好呀。小孩子都是这样，记仇记打，就是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被打。你也别怪你家苏猛了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小时候就是个闯祸精，你爱闯祸的基因让你儿子完美继承了。刚刚老七说到我家宝宝只要跟着兄弟们一起，也是个调皮的，我都不敢说什么呢。老七说宝宝像我小时候一样，比我小时候还多诡计，青出于蓝更胜于蓝。咱们都当个小孩子，哈哈，理解一下咱们的娃吧，怪不得他们的，要怪就怪咱们这些当爸的，让他们继承了咱们的好基因。战印关了电脑，起身对好友说道：走吧，咱们去吃饭，我老婆后天一早就回来了，不过回来当天还是要休息休息的。理解的，理解的。苏南说这话时笑得暧昧至极，战印做事要踢他一脚，他赶紧躲闪。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走出办公室，一出办公室，两个人神色就变了。苏南变化不大，他本来的形象就是爱笑，平易近人。战印那是一瞬间就绷紧了俊脸，神情严肃，浑身上下散发着冷冽的气息。都是2个孩子的爸了，他都不敢掉以轻心，保持着冷冽无情的坏形象，出入也依旧带着一般的保镖保护他的清白。他是越老越有男人味，也不算老，是越成熟越有男人魅力，依旧吸引着无数小姑娘爱慕他。有些18、20岁的小姑娘胆子是真大，不管不顾都要追求战印，当然了，现实也会教他们做人。战大少爷那是妻管严，也是宠妻狂魔，他的柔情，他的爱，除了海童谁也享受不到。遇到有情敌上门挑衅，海童都懒得理，因为不是他的对手，他觉得他理了情敌就是浪费时间，没有人能从他身边抢走战印。数辆车前前后后驶出战氏集团，没2分钟就被逼停了。一个不怕死的年轻小姑娘竟然从路边冲出来，张开双臂拦住了为首的那辆保镖车，后面几辆车不得已跟着紧急停下来。司机按下车窗，探头出去骂道：你找死呀，突然冲出来。幸好刚出公司，他车速不快，紧急刹车能刹得住，若是已经在外面行驶，车速快一点的话，就算紧急刹车也会有惯性动作，很有可能就撞上了这个不怕死的小姑娘了。在他们眼里是小姑娘的女孩子也就20出头吧，很年轻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有着标准的模特身材，五官精致，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。看清楚女孩子是谁后，司机缩回了伸出去的脑袋，对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保镖说道：大少爷的爱慕者好像叫什么来着？他们就是想趁大少奶奶不在，使出浑身解数，想吸引大少爷的注意力。明知道大少爷已婚，有妻有子的，都还厚着脸皮光明正大的追求，有些还敢死缠烂打，跟当年的商小姐一样。保镖冷冷地道：他们不配与商小姐相提并论。商小姐三观正，知道大少爷已婚后，马上挥剑断情丝，再也不追求，不纠缠。这些小姑娘却是坚持要走小三路线，三观都不知道歪到哪里去了。保镖说完后下车，后座的2名保镖也跟着下车，他们话都不和小姑娘说一句，
更不会给小姑娘机会走到第二辆车子去。战印和苏南就坐在第二辆车上。战印，战总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你看我一眼吧，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你，为你去死我都可以。战少，让我看你一眼吧，我想你都想疯了。那个小姑娘被保镖架到一边去，还在拼命挣扎，冲着车上的战印大声叫喊是爱。战印看都不看一眼，直接吩咐司机开车。司机连忙开车绕过了还停在前面的那辆保镖车走了。小姑娘那个急呀，拼命想挣脱保镖的钳制，奈何她力气小，挣不脱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印的专车离开，直到看不见了，保镖才松开对她的钳制，并警告她以后再敢这样冲出来就报警了。我们大少爷已经结婚多年，为人父了，与大少奶奶感情稳定，你们再年轻再漂亮也入不了大少爷的眼。赶紧走吧，不要再发花痴。你喜欢谁都可以，喜欢我们大少爷那是自找虐。三观不正的女孩子，我们大少爷最是厌恶。保镖们说完，无视小姑娘那煞白的脸，上车后赶紧开车离开。那小姑娘看着战印的专车队，最后一辆车都开走了，喃喃自语：我追求自己的真爱也不行吗？海童都30几岁了，变成了黄脸婆，战少还那么爱她吗？越是专情的男人越帅，我就是喜欢战少，就是想取代海童，海童霸占战少多年也够了，该让步了。我三观不正，我三观不正，我想追求真爱，就是三观不正吗？他说着说着便蹲在地上，掩面痛哭。